22:43 PM 晚上的火车离开叶卡捷琳堡，去往哈山。排队。就今天这个是第4趟火车哦，越坐哦就越好哦，发觉到。地上哦铺地毡啊，连门口都铺地毡，然后那个地毡可以拿出来洗。你看窗帘还是换新的了给你啊。然后哦，我坐了2趟都没有脱鞋的，哎，这一趟哦有拖鞋哦，有牙刷啊，你看还有一个给你穿鞋的，还有手机、拖鞋，给你在火车上面穿，还有杂志书，不过苏联知道啊都不会看，还有报纸，几份报纸给你看，苏联知道啊根本都不会看。这趟来了不用自己铺床单了，有人帮你铺遍了，枕头有人帮你，还是一样，有一条毛巾给你洗，但是看得出来毛巾是全新的。我看他们一定是拿走哦，但是我们每一次都留下来。你看这一趟的哦，放毛巾又不同了，看，哇，还有头剃嘞，哇，还可以放你的东西的嘞，看还有衣柜啊，开玩笑。然后哦，这个是睡觉的床哦，现在是沙发啦，如果你不要的话哦，你要躺下来的，你要当做是床的话哦。刚才还不会这样开，知道这样开吗？哦，那。有点找到这样开。不过看得出啊，它是铺到美美哦，你看是有讲过，然后线有是新的，然后你就放你的枕头咯，你的被啊，被它已经穿好了那个 comforter 给你了。哇，很高啊，你看脚都不到地。之前做的全部可以全部够高大。床啊，他们真的是设计到很一流啊，都很干净，知道吗？对纸张啊，毛巾，有一个 paper note 的哈，新的我看全部人拿走，每一次哦，上的时候都是新的。这一趟的行程总共要在火车上睡1个晚上。从叶卡捷琳堡到哈山这一段的火车需要14个小时40分钟，火车票价卢布4533一个人，包括意外保险和医疗保险，等于马币大概是290块一个人。火车早上11点 AM 到达卡山。放了行李出来已经是中午了。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找个餐馆吃个午餐。Where do you want? Okay. Okay. You're welcome.
车给人家拍照啦，要钱吗？这个人，喂，这个假人。这个很美哦。香啊，样样中国啦。不过你要快点吃哦，因为外面的天气太冷了。我撕开啊，不能够咬啊，很骚啊。好。啊，肉到完。没了。但是很骚，骚啊。从哈山去往莫斯科这一段的火车需要11个小时20分钟。火车票价卢布3200块一个人，包括意外保险和医疗保险，德语马币大概是204块一个人。这一段的火车也是在火车上度过一个晚上。好，今天坐的这个火车很特别哦，很新的。你看上铺下铺，而且是有冷气。因为现在是夏天啊，但是是很冷的晚上，他们还是一样开就 aircon 啊。因为这个是防噪音，所以变成他们要开 aircon。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哦，差不多要到终点的时候，你要下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住哦，要把这个床铺啊、前铺啊，我很好啊。他们的服务员他知道我要下车的时候，他在早半个小时之前呢，他会过来通知的，就通知我们要下车了。然后呢，半个小时你就要快点收拾你的床哦，全部哦，枕头套啊、毛巾啊，全部要给回他。但是你看得出来，他们的床啊，全部是很干净哦。我没有想到俄罗斯的火车竟然比中国哦，其他的国家来的干净多哦。然后他们的床啊、床单全部还是像我们以前那个年代，而且不是那种他们的这个布很硬的，全部有浆糊的，所以睡到很舒服。然后你做完了你的这一个工作，是不是？来，你跟我。sorry， 这个是我们上铺的2位大姐大妈，很好的哦，他们都很有礼貌的。然后我就把哦，就要交去那边。然后我们这个的火车很特别，它有点像飞机这样啊。然后有时间啊，现在今天是15度哦，然后给你看厕所有没有位咯。等一下我给你看他的厕所，然后就把这个床单要交给人家。Hello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好，今天的就很特别哦。one more， 对的。然后今天哦，这边有的烧水给你泡的哦，然后有咖啡机。今天这一个很特别。有整个厨房。等一下，因为很多人排队要泡咖啡耶。然后放卖布咯，然后他有卖这个拖鞋，不过我就每次用 hotel 的咯，所以我每次住了 hotel 我就拿上火车，然后用完了我又丢掉，因为用几天嘛，
就我下火车的时候，我又去住hotel的时候，我又换了，我就不带走了咯。然后这边有玻璃杯的，它有它的玻璃杯，这个它的玻璃杯呢，他们有卖，这个玻璃杯是他们的纪念品，你可以跟他们买的。所以这边有咯，有讲了多少钱你可以买咯。这个是服务小姐，她在这边有的泡烧水给你，然后它有杯芯，然后有 microwave， 这个火车就比较特别一点，然后有那个泡咖啡机，它这边整个一个厨房kitchen在这边的。我给你看它的厕所啊，我今天买到这个火车厢呢，它特别是啊，那边还有一个水可以给你装，然后这个火车是 double decker 腔的，它上面还有一层的，这个是我住下一层啊。价钱还是跟上层也是一样啊，但是有时候不要麻烦，就不要。现在我们走一层，走一下上层的，我也还没有走过，所以我没有买上层。上层的话，你可以要望风景的话，你就要这样了咯。下层你就可以站置，但是它的窗口还是可以开。上层好像比较摇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好像比较摇。但是这个火车呢，它就摇晃度是很轻微的，而且也不吵。比较轻的，就给你看啊，厕所可以不可以用？很贴心哦。那这个作为我的下层的布端，然后这边有厕所，厕所呢，平时呢是2个厕所，就前后。这个的车厢的厕所呢，它就有3个男女共用啦。但是这一个的厕所就真的很干净，很漂亮。不过现在有人用住，我是想录一下给大家看的，而且这个的空间蛮大的，你可以看得到，蛮大的，而且有镜子。等一下来录。等一下来录啊。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厕所，这个的车厢的厕所是很干净、很漂亮的，它有烧水、有肥皂你可以用，还有插头，然后烧水就这样，你自己可以调温度，但是它有说不可以的镜子。然后它还有厕所、那是，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这一个他们贴心，就是你坐住的车厢的时候，我发觉到他们全部很有礼貌的，他们用完厕所，他们通常都会盖的。然后呢，女生的时候他们会，而且这一个保持得很干净啊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。然后你看它的干净度啊是很好的这一个车厢。OK， thank you very much。3个咯，不过早上的时候会比较忙碌，因为早上很多人起来刷牙洗脸，不过还好啦，3个厕所他们都很有礼貌的。我买的是下铺咯，所以下铺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了，但是有时候这一个就没有了窗，就走不出。可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你可以拉掉窗帘了，所以你看这一个的又不同。这一个的就可以开窗了，但是有一些人为了要看外面的窗口，他们就说要把它抹干净，其实不需要的，他们都是很干净的，他们会把这些窗口全部抹得很干净。外面的窗口现在因为已经靠近了莫斯科啊，所以一路都有村庄的。上铺的人呢，通常我们自己也要醒悟了，会叫他下来一起坐住吃早餐，他们都会准备早餐，他们都会准备泡咖啡呀。通常呢，一般呢，火车上的经典呢就是吃Maggi 面、泡面啊，他们的泡面还有他们的平的那个薯泥咯，我也买过来吃了，就是薯泥酱咯。但是我今天不录早餐了，因为我等一下9点我就下火车，因为每一个火车呢，你或者你不要的话，你就下飞机从海参崴直接坐一趟火车，就是跑了9000多公里，直接就去到莫斯科他们的首都，但是你会很闷，要坐7天6夜。我们的行程呢就不一样了，我先生就讲说怕很闷嘛，所以我们就6段，停了6段。所以海参崴的时候，我们又去一个cruise 我们就住了2天，然后就去那个贝埃尔湖玩2-3天这样子咯。然后贝埃尔湖又上来了，我们又去新西伯利亚又玩了它的一个城市。其实它每一个城市，我的感觉上以为是一个小城市，其实不是的，是很大很大的。然后呢，就每一个城市呢，他们都很多他们的旅游景点啊。其实我看到是很好看啊，哇，旧物啊、老物啊，还是那旧的建筑物啊。后来慢慢看了，就差不多大同小异，就懒得看啊，太多
英雄人物了，他们的故事我也不看啊。然后每一个城市呢，有一些地方就有步行街，有一些地方就没有。好像昨天我们去的就是那个卡山，卡山就有一个城堡，很漂亮很大，我就只是去参观那个卡山的城堡，然后其他的建筑物呢我都不看了。他们很多戏剧院啊、歌剧院啊、舞厅啊，他们的设计是很漂亮啊。然后我在满街上你可以看得到啊，很多人都提起那些音乐的乐器啊，小提琴啊、大提琴啊什么，他们很注重这些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生活是可能他们比较饱和啦，我觉得。所以我在步行街看，他们会很奇怪的这样看住我们，一直觉得为什么这有2个很奇怪的外国人会来这种地方？因为在卡山啊，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城市，我有逗留1天这样，2天1夜这样，我又上火车，晚上我就上火车就睡觉，比较容易过了，又省了酒店费了哈。然后他们会很多小地方都是不会讲英文，他们会一直这样看住我们啊，因为那些小地方通常是不会有人去旅行的，是因为我们想到说，反正就来到苏联，有的是时间，所以就会跑到26天，所以每一个城市，不过下来的呢是莫斯科是一个很大的城市，所以会很多游客。我走的地方啊，通常都没有游客。而且呢，一般就是游客都是在那个贝埃尔湖，就很多游客，很多中国人和台湾人。然后我跑的新西伯利亚啦、卡山啦，还有一个什么很多名称啊，叶卡啦，很多名称我不会讲啊，很难 pronounce， 就没有游客的，完全就是这样咯。我也词穷了，没有话讲了。不过下来的呢，就是去莫斯科，莫斯科我就会待3天啊。但是平常我们住在那小地方的酒店啊，100多200块是蛮好的，还有包括酒店，全部很大、很干净、很漂亮的。然后一点呢，我们以为莫斯科，我以为莫斯科是一个很穷的国家，其实不是，他们已经停留这样，而且他们没有做建筑物都没有哦，很少做有起物质啦，没有咯。然后昨天就是在这个卡山呢，我发现到他们把那个旧的建筑物全部在装修油漆，可能要做旅游胜地了。然后我就跑到那个城堡，也是全部在油漆。然后城堡呢，其实是要门票的，应该是他们也没有收我们的门票，所以我跑很多旅游景点，我发现到都没有收门票。然后呢，那些旅游景点呢，通常都是那些俄罗斯人的游客多啊，根本都没有外国的人，就只有我们2个，都会一直头望，还有一点俄罗斯人，他们都不爱微笑，他们都很严肃、很凶的。我住的酒店比较大型的呢，柜台的小姐都是会讲英文，就比较有效哦。然后我住比较小型啊、3星级的好像是民宿啦，一般上他们都不会讲英文的，我们都是要用那个 Google Translate 来跟他们讲话。然后昨天住的一个民宿根本1年都不笑的，很凶的。我们都有一点点怕，但是还是很 OK 啦。这一段车程这个火车厢啊，只有从卡山去到莫斯科才有而已的，所以之前的那一些呢，就比较旧款的。所以这一款呢，越来越新啊。然后它的火车上面还有 menu 的你可以订食物啦，他们会从餐厅送过来啦，有咖啡啊，有玩具啦，那就是他们的纪念碑了。还有酒喝169是多少钱？11块啊，一瓶这样11块 ，OK 啊，价钱啊。然后你看它的那个壮观水啦，我们喜欢的100p 大概是6块8而已啊，所以价钱不会说很贵啊。之前所以我带了Maggi面来，后来也尽量把它吃完它啦。就不要带在身上，很麻烦，就在火车上面买啦，很方便。你看它的Maggi面，它的薯泥呀，算它80块啊，80块是多少？10块多。10块多啊？10块多。10块多啊，10块多。如果你在 supermarket 买的话，就它一半的价钱，大概30多块了。巧克力啊，什么都有啦。